大家好，这名网友说，海南省委书记冯飞就只说了一个核心，其他都没有。人民日报14日陈文清在新疆只说了习总书记，没有核心，没有党中央。17号说了入脑入心。15号李鸿忠说了习思想和2个确立，没有2个维护。我的回复是感谢这名网友。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海南省委书记冯飞的表态是发表在海南日报上面，我们理解为冯飞自己的表态，或者说冯飞大秘的表态，因为一般是省委秘书长管着省一级的党报，或者是宣传部长，就是说有关省委书记的报道是省委秘书长直接让党报发的，这篇稿子就是海南的省委秘书长给海南日报让他们发的。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呢，等于什么都没说呀，就这3大元素呢，习核心2442简化到22啊，习思想，我们就去套就可以了。4月17日陈文清说，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普及，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啊。入脑入心我不知道怎么分类啊，这是蔡奇发明的，其实也不是蔡奇发明的，是蔡奇炒作成功的。我找到一个更早的版本，是2011年安徽的省委副书记王明芳给皖西学院的批示啊，入脑入心。陈文清呢说，习近平法治思想呢，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呀。这习包子法治思想在表忠的力度上，应该视为新时代习近平思想的减配版和降级版啊。就是说，习思想是统揽全局的，习包子法治思想就是一个领域的，只管一个方面就是降级了。而且陈文清还来了一个胡锦涛的8项规定啊，明显就是跳船了，刀把子跳船了，向新的党中央靠拢。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们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陈文清。陈文清现在应该还是政法委书记，但是现在已经在以退休的中国法学会会长的身份在工作了。中国的政法委书记只有一个任建新曾经兼任中国法学会会长，而且当年就退休了。有人反驳说呢，中国省一级的政法委书记也都兼任法学会会长啊，所以不能证明陈文清就退休了，可能是跟省级保持一致啊。但是中国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法学会会长是一直就有的。我们看现在的国务委员陈一勤呢，2017年他就兼任了贵州省法学会的会长啊，这都几年了，8年了。那为什么就不让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去兼任中国法学会会长呢？为什么不让后来的郭声琨去兼任法学会会长呢？怎么就到陈文清这里了，就要兼任法学会的会长了呢？就是有人非要抬杠，我也没办法呀。陈文清退休都给他安排好地方了。李鸿忠呢说的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啊，这就是完整的表述。那前面这个习包子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啊，这就是习思想的降级版呢。我给大家整理一个更清楚的版本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减配版就是没有。这就是孙少称内蒙古党委书记2个确立2个维护都能只说一半呢，只说2个维护。李鸿忠他2个确立2个维护，他只说2个确立啊，你就按照他李鸿忠自己说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这有什么不能都说的呢？这不说就是不忠诚啊。就是这名网友说的，
以前完全可以习核心加2442，还能复读5、6遍呢。现在让这些人说一遍，他们就这么不痛快。陈文清呢，他说细胞子法治思想呢，那就是没说习思想。从李鸿忠这里对比就能看出来呀，他说了细胞子新时代思想，还说了细胞子的人大思想呢。那这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你说一半就是没说呀。这名网友说，李去湖南了，表态22啊。中纪委书记李希在湖南调研，李希说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面又说了细胞子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然后李希说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和胡锦涛的8项规定啊。我们看这三个人的对比呀。陈文清说了细胞子的法治思想，李鸿忠说了细胞子的人大思想，李希说了细胞子自我革命的思想。这玩意儿就真的是一个指南针，各行各业他都要管呢。政法委、人大、中纪委这3个部门，细胞子都要管。但是一对比就可以发现啊，陈文清他真的没有说新时代习思想啊。我们看，首先就是政治局的官方文件已经背书，细胞子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其次呢，1名政治局常委、2名政治局委员陈文清和李鸿忠，13个省委书记中的6个都已经背书，细胞子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根据现有的证据呢，完全有理由相信2025年3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细胞子党中央核心的地位，甚至是同意细胞子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啊。这玩意儿没有中间的状态，要么是大权独揽，要么是彻底下台，这还能商量着来呢。现在基本可以确认细胞子的核心地位被取消了。这还能和董军一样，董军他当一个不是国务委员、不是军委委员的正部级的国防部长，那细胞子还能继续当一个不是核心的总书记吗？这细胞子核心地位都能被胡锦涛拿掉，那总书记有什么不能拿下呀？权力是排他的，权力是梭哈的，权力是非此即彼。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啊？国无二主，天无二日，还真的2个人掌权，共和了。共产党还没有进化到这个阶段啊。上期说到这个邓小平啊、胡耀邦、赵紫阳，我少说了一个，赵紫阳写的这一封导胡耀邦的信，就证明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不是一个派系的。赵紫阳是邓小平的马仔，这个很明显啊。邓小平他就是四川人，就是西北局的第1书记啊。赵紫阳就是四川省委第1书记啊。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1书记，刘伯承为第2书记，贺龙为第3书记。贺龙就是细胞子派系周恩来的人啊，刘伯承我不太清楚。邓小平是第1书记，如果第2书记、第3书记全是邓小平的人，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中央还怎么控制西南局呢？那不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了吗？党中央肯定要安排一个另外的一个派系来牵制邓小平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改革路线的，但是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划成一个派系的是不正确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没有什么渊源啊，派系应该是按照人事关系走，按照所谓的改革还是保守，这个判断标准太模糊了。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党校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9讲话之后，江泽民专门拜访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党内高层意见达成统一啊。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反胡耀邦，抄送了陈云。
江泽民市场经济讲话之后，拜访了邓小平，还拜访了陈云啊。这2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呢，打倒胡耀邦和走市场经济的路线呢，这些都不是邓小平一个人批准的，都是陈云背书的。就说陈云号称中共的计划经济之父，那可是呢，市场经济就是陈云背书的呀，还能说陈云是改革派吗？最后没办法了吧，路线是可以更改的。陈云是中共极左派的教父啊，中共党内的重大决策都是邓小平和陈云2个人决定的，他们2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了不算啊，就不能以路线是保守还是改革来判断派系的不准确啊。这名网友说，包子没法和任何一个人比，这个模式真的不好参考，估计胡锦涛顾虑到时候万民空巷，锣鼓喧天就成了国际笑柄了，那样也会让民众对共产党的畏惧之心荡然无存。去年3中全会有风声传出的时候，就是很多地方鞭炮脱销啊。我的回复是，一般呢，发动军事政变肯定是要忌惮民意反弹的，但是如果对习包子发动军事政变，可能很多人担心的是不能成功啊。即便没有民主的程序啊，民意和民心所向，它也是一种政治背书啊。习包子说，苏联倒台，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苏共政权，竟无一人是男儿啊。关键是大多数的苏联人可能觉得苏共倒台，站出来捍卫苏共的是傻叉吧，苏联人都巴不得苏共倒台呢，这就是民意啊。这名网友说，估计四人帮模式或者赵紫阳模式的结合版，其中的难点在于习包子下来后要不要对其进行政治审判，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还有是软禁还是禁秦城啊？毕竟1949年之后还没有总书记禁秦城的先例啊。我的回复是对，其实吧，对于中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政党来说啊，这真不是个事儿。习包子如果继续干下去，他真的能把邓江湖从中共党史上拿掉啊。就是毛泽东建立中共政权，然后习仲勋改革开放，最后是习包子继承大位啊，改成这种叙事模式了。这不都已经在拍摄西北岁月了吗？再继续改下去，连毛泽东都没有了呀。就是习仲勋当年在西北打游击，毛泽东在习仲勋的带领下建立了中共政权，然后就是毛泽东篡党夺权，夺了习仲勋的大位。习仲勋在邓小平的帮助下领导了改革开放，江泽民、胡锦涛全都是篡党夺权啊！大家不用觉得我说的是荒诞的。如果习包子真的能继续掌权，我觉得他把中共的历史就能给改成这样啊！就反过来呢，拿下习包子也不算个事儿，反正都是洗脑宣传，反正都是假的，大假和小假有什么区别吗？这位网友说，就算习包子下台了，搞了这么多烂事，锅是共产党背还是包子背？感觉迟早共产党会推出包子背锅，包子也没有毛泽东的威望，搞个3七开。我的回复是，之前习包子掌握大权的时候我就说过，就算是习明泽接班，习明泽恐怕都要让他老爸在政治上背锅啊，甩锅给他老爸。4月14日到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陕西调研，并在西安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包子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啊！丁薛祥是习包子的大秘，中办主任，习包子的铁杆马仔啊！丁薛祥这说的更虚啊！习包子重要讲话精神，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呀。4月17日，国务院以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
为主题进行第13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细胞子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稳预期、强信心的决策部署，深化对加强预期管理的认识，结合当前形势，着力促进社会预期稳定向好，形成应对风险挑战、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啊！李强对细胞子他也什么都没有提呀。王小红和王毅可能是因为访问缺席了这个次会议啊。我们再看赵乐际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4月14日到17日在江苏、安徽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啊。然后赵乐际提到了细胞子法治思想啊，我们注意一下，赵乐际去扬州了，赵乐际去江苏，去了扬州啊。江泽民的故居刚刚开放，赵乐际有没有去江泽民的故居吊唁呢？没有报道。王沪宁的最新活动是2025年4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艾迪。王沪宁上一次有政治表态的活动是4月2日啊，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2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提到了深入贯彻学习细胞子生态文明思想，那就是什么都没提，力度不够啊。蔡奇陪同细胞子访问东南亚，给蔡奇了一个单独的报道，是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河内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举行会谈。蔡奇呢，4月份还没有中国国内的政治活动报道呢。20届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3月28日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呀。当时蔡奇他还说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呀，蔡奇会见越南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这一次呢是外交活动，什么表态都没有啊。也就是说，除了细胞子之外的6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人再提习核心了。蔡奇这是3月份啊，没有看到蔡奇的最新表态，蔡奇要当最后的孤忠了。好的，谢谢大家。